像黄金还有白银，是生活中很多男女朋友都特别喜欢的饰品，经常去买黄金白银的戒指、手镯，还有项链等等。黄金的价格就要高许多，那么很多人都不知道去购买黄金的时候怎么来鉴别真假。其实不管黄金还是白银，只需打火机烤一烤真假，立刻现原形，简单又实用的方法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辨别方法一，找一个比较坚硬的东西，可以在我们的饰品上面画一画。如果是黄金的话，我们轻轻的一画，上面就会出现痕迹。刚才我们说了，黄金它的质地比较柔软，只需要用比较坚硬的东西划一划，就会出现划痕。这种划痕是不可恢复的。那么如果是其他材质或者是含金量不足的黄金，那么我们划上去它的硬度就不一样，基本上是不会出现划痕的。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进行鉴别，像家里面比较硬的钥匙啊，家里的针，或者是去买黄金的时候随身携带一颗铁针等等都可以。辨别方法二，用火来烧。自古就有老话，真金不怕火炼，可以用火焰燃烧的方法来判断是否是真的黄金。很多人在家里拿着自己的黄金，用家里的打火机来点，或者是放到燃气灶上来烧，会发现本来金灿灿的黄金颜色有些发黑了，就觉得自己的黄金有没有可能买到假的。用火来烧黄金必须要达到1000度以上，否则颜色也会发黑。很多典当行都会用低温的火焰来给您烧黄金，告诉您这个黄金有问题，然后来压价。朋友们买黄金的时候要注意辨别真假，卖黄金的时候也要当心被骗啊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啦。辨别方法三，用醋来检测黄金的质量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。我们需要准备一瓶白醋，接着用勺子或是用瓶盖装上适量的白醋，滴在需要测试的黄金饰品上，等待10分钟左右。如果白醋没有和需要测试的金属发生反应，那就说明这是真黄金。假金属因为掺杂了其他的金属和各种杂质，因此可能会与白醋发生反应，从而变黑或是冒出气泡。辨别方法四，听声音。我们还可以将黄金拿起来一定的高度后，再掉落在桌面或地面上，通过听掉落时的声音来辨别它的真假。真的黄金掉落时，它发出的声音是比较沉闷的，而且不会有明显的反弹。但如果在掉落的时候发出了清脆的声响，而且也明显的反弹起来了，这就说明它不是真正的黄金，里面很可能就添加了其他的物质。辨别方法五，看印记。看印记是最简单、最直接的辨别黄金真假的方法。我国对黄金的管控比较严格，只要是经过正规生产的黄金首饰，都会配有质检机构的检验标志，上面会标明首饰的含金量，可以仔细的观察黄金首饰，找到印记。一般印记前都会有 AU 2个字母 ，AU 代表符号，后面的数字则是含金量，一般会标注 24K、18K、22K 等含量，而 1K 含黄金的含量 4.16%。按照这个换算，我们可以知道 24K 乘以 4.16% 得到的数字大于 99%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纯金首饰。辨别方法六，陶瓷辨别法。黄金放在陶瓷表面划一下，如果是真黄金，就会留下一道黄色；如果是假黄金，黄金质地就非常硬，陶瓷表面就不会留下划痕。假黄金硬度非常硬，
还容易伤坏陶瓷。用陶瓷辨别黄金时，一定要选没有上釉的陶瓷。如果陶瓷表面上釉，会非常光滑，用黄金划是不会留下任何划痕的。自古代以来，黄金一直被视为珍贵的财富，被赋予了极大的价值。只有财富和地位较高的人才能拥有黄金饰品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可以拥有黄金饰品。在婚嫁的时候，男方就需要给女方备好5金。重要的纪念日，很多朋友也会选择购买一些黄金饰品赠送给自己的另一半。黄金饰品不仅美观，也更加的保值。现在女性朋友的首饰盒里，或多或少都有着几件漂亮的黄金饰品。黄金的价格一直都是比较高的，那该如何辨别它的真假呢？尤其是现在的技术发展快，制造假冒伪劣的黄金也愈发猖獗，买到假货就太不值当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辨别黄金真假的小妙招，都是非常棒的，辨别方法也是简单的。黄金应该如何存放？黄金也是容易氧化的，如果不仔细的存放，那么黄金的光泽就会减少，看起来特别不好看。我们应该如何存放黄金，才能让黄金保持透亮的外表呢？首先就是要定期的清理黄金。一般黄金首饰都会做出样式，这些样式会有一些沟沟壑壑，比较容易藏污纳垢。如果不定期清洗，那么就很容易导致减少黄金的光泽，同时还可能会引起皮肤出现不适。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，最好能够把黄金定期的拿到店中去清洗。另外就是千万不能接触到化学用品，比如洗涤剂、消毒液等，很容易使黄金表面出现白色斑点，看起来特别难看。水分中也含有比较多的杂质，最好不要过多的接触黄金。总之，鉴别黄金的真伪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和经验，但我们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进行初步判断。购买黄金时，建议选择正规的商家或品牌，要求提供相关的质检证书，同时保留购买凭证和发票，以防万一需要维权。希望这些方法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，避免购买到假黄金，保护自己的权益。祝大家购物愉快。好了，今天辨别黄金白银的真假分享到这里了，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试试哦。希望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